今天这款椰蓉酥是粉丝留言想要送给朋友的点心，通过这款酥皮点心来回答一下之前几款酥皮点心中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先做水油皮，200克的中筋粉，20克的糖粉，你可以用等量的白糖替代，喜欢吃甜的你也可以增加糖的用量。这是70克的猪油，你可以用65克的玉米油替代，但是不建议用黄油替代。最后加入90克的水，不用揉到光滑，放到保鲜袋静置，给面筋一个自我形成的时间。做完酥皮之后再来揉它。还是这个盆，加入180克的低筋面粉，90克的猪油，猪油和面粉的比例是1:2。这里的猪油你可以用等量的黄油替代，但是不建议用液态的植物油来替代。刚开始很干，难以成团，没有关系，它会越揉越软，最终是一块有点软但是不粘手的面团。酥皮点心猪油的口感效果是最好，其次是黄油，最后是玉米油。油酥分成3等份，我们来做3种口味，相信总有一款是他喜欢的颜色和味道。一份加入4克的抹茶粉，另一份加入1克的红曲粉揉匀，最后一块是原味。整个制作过程中，食材需要密封来保持住它的水分。静置好的水油皮，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面筋。您发现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被你揉到完全光滑的状态。不论油皮还是油酥，想要达到最好的状态，只有一个重点，就是给它一个静置的时间。它们俩静置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下椰蓉馅料：50克融化好的黄油，60克的白糖。可以用等量的糖粉或者细砂糖来替代。1个鸡蛋，先把液体拌匀。我用的是这款椰蓉，正好是100克，全部加入。拌匀后是这种偏湿并且有点粘手的状态，没有关系，密封住，放冰箱冷藏室，凝固后再来分割。馅料冷静的时间，我们来分割一下油酥。每种颜色分成均等的8份，每份是11克左右，搓圆。最终分割好的是24份相等的油酥。密封后来分割一下水油皮，同样分割成均等的24份，搓圆。每份是15.5克左右，按顺序摆放整齐。你记住自己摆放的顺序，这将是你要拿出来的顺序。取出搓好的第1个水油皮和酥皮，水油皮放手心，不整齐的一面朝上，用手拍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圆形。油酥放中间，边按边收口，中间不能预留空隙，不然后面擀的时候容易起皮。底部朝下放，另外的2种颜色用相同的方法把它包好。24个都包好后，取出包好的第1个。接下来每个生胚我们要擀2次，卷2次，底部朝上，按扁，轻擀，擀面杖给它推出去，从上往下卷起来，收口处朝上，横着按扁，先往下再往上，这里擀长不擀宽。再次从上往下卷起来，1个生胚就做好了。室温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不同，最终会导致生胚的软硬也就不同。您在擀的过程中，如果偏硬，不要强行的去擀，盖住保鲜膜静置15到20分钟再来擀。强行去擀或者是用力的去擀，都会容易破坏面筋，最终造成表层破皮的现象。24个生胚都做好后，密封静置20分钟。忙完这些，我们的馅料已经凝固好了，表层的保鲜膜铺平，包住馅料，隔着保鲜膜把它捏成圆柱形，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粘手的问题。分割成均等的24份，搓圆。我一直觉得酥皮点心就是来考验我们的统筹安排，它的工序繁琐，但是您安排好每种食材的顺序，再合理的利用它们的静置时间，会很大的提高您的制作效率。静置了20分钟的生胚，我们先来做白色的，收口处朝上，中间按一下，
用你喜欢的方法把它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圆饼形。依然是虎口收口，收口处捏紧，底部朝下放。8个白色的都做好后，单独放一个碟子中。这是一个蛋黄，给表层刷一层蛋黄液，放入冰箱冷藏，让表层的蛋液凝固。再来包另外2种颜色，相同的方法包紧。16个都包好后，取一个锋利的刀，顶部切出十字刀口，刀口的深度是您可以看到里面的馅料，正好一盘。这些都做完后，再取出刷了蛋液的生胚，经过短时间的冷藏，表层已经凝固，完全不粘手，可以拿在手中给表层切出相同的十字刀口。预热好的烤箱上下火180度，中下层30分钟。看到椰蓉馅料有微微的上色后，表层加盖锡纸。这是烤好的，切口处的开酥很完美，空气中全是椰蓉的香味。举个不成功的看一下，它的失败在于切口处没有切到底，开酥也就不完整，但是不影响它酥到掉渣的口感。你要接着手来吃。因为粉丝留言是要送给心仪的男生，因此整个配方中我放的糖和油都比较少，这样就不会甜腻，可以多吃几块。我是小敏，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我或者给我一个赞，有什么想告诉我的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